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美不美看眼，丑不丑看嘴，原来嘴好看才能算是真帅哥。没想到近来特别火的那些流量小生，一个个都在说话这方面出了问题。龚俊，2021年那部《山河令》让龚俊这个出道挺多年的人一下就火了。他在剧里塑造的那个少年郎，邪气美和柔弱美完美融合，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龚俊身高186厘米，身材比例精心保养，长着一副标准的浓颜帅哥模样。他那双眼像狐狸似的，透着阳光和热情，一笑起来那叫一个灿烂，跟星星似的。表演的时候，眼神特别灵活，还很专注，把角色演得活灵活现的。不过龚俊在外表方面存在些问题，他下嘴唇偏长，上唇稍短，有点像的包天。《安乐传》里龚俊又被嘴部问题给缠上了，他上唇较短，显得有点龅牙，说话时的使劲控制嘴的形状。以前他可以用浅浅的笑来遮掩这个缺陷，可剧里的角色气质沉稳，严肃的神情就让这问题暴露出来了。龚俊说，他小时候骑车撞墙了，嘴巴缝针后有了后遗症，所以说话的时候嘴型不太对，显得不自然。这使得他在行业里老是被人议论。虽说他起初打算花几万块去矫正牙齿，可最后还是没做，原因是戴牙套会对表演有影响。这使得他没法成为那种让人一眼就觉得帅的明星。不过在剧集和综艺节目里，观众慢慢就不那么在意他这个短板了，而是更注重他的演技。程毅在《琉璃》里演司凤，演得特别好，还被称作战损庄最帅的男明星。《琉璃》讲了个挺曲折又动人的爱情故事，程毅那演技真是绝了，使得观众对司凤这个角色特别喜欢。后来他在《沉香如屑》里把一个心机深沉、城府很深的反派给演活了，这又一次表明他的基本功很扎实。这两部剧能看出，程毅演古装剧挺厉害的，不管是那种温柔又忠诚的正面人物，还是阴险且狡猾的反面人物，他都能演得很好，演技相当出色。不过程毅的弱点挺显眼的，像他上唇有点往外凸，再加上嘴型的缘故，使得他嘴巴张开的幅度不大，说话时嘴唇的动作不太自在。这在平常生活里不太显眼，可到了大荧幕上就容易被使劲放大。观众说他说话跟吹口哨似的，表情没啥变化。最近在他主演的新剧《莲花楼》里，这一缺陷愈发突出，给观看感受带来了一些影响。不光这样，丑生图的话，程毅的五官挺一般的，向下颌角太宽，嘴巴有点凸这类问题，把颜值都拉低了。跟别的男演员一块儿合照的时候，这一点能很直接的看出来，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的靠妆造让自己的容貌更好些。这就意味着，要是程毅想在影视圈发展得更好，那在外形管理方面的下更多功夫。王鹤棣，2017年，王鹤棣参加选秀节目后踏入演艺圈，没多久就参演了不少有名的偶像剧，像《流星花园》《江夜二玉龙》之类的，他的名气很快就涨起来了。不过这些剧好多都是翻拍的，或者是前作换了人演的续集，评价不咋好。在《玉龙》里，他的造型不行，还被说成是古装丑男。王鹤棣呢，眼睛有点大小眼，嘴巴略微往外凸，五官周正的时候挺帅，可生图里这些缺点就挺显眼的。记者多次拍到他闭着嘴时，样子紧绷不自然，侧颜看嘴部尤其突出，这成了他的一个特点，还总被说猴系长相。即便这样，王鹤棣还是属于当红小生那一类的。他演的《苍兰诀》里的东方青苍，那造型、人设都特别出彩，在众多角色当中，他把男主的气场给展现出来了。
在观众心里还是个气质高雅的帅哥呢。张凌赫，张凌赫靠着在电视剧《苍兰诀》里的表现一举成名，把那温润如玉的古装美男子给演活了。他身高有192厘米，五官剑眉星目，把剧中男二号长恒这一角色完美的给演出来了。这使得他刚踏入娱乐圈那会儿，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好感与支持。然而，随着张凌赫演的作品不断增加，他在演技上的问题也渐渐显现了。好比在《我和我的时光少年》里，张凌赫不过是演了个高中生的角色。不过呢，这人面部表情挺僵硬的，再加上皮肤松垮，法令纹挺显眼，让观众觉得这人挺显老，跟那青春有活力的角色设定压根不搭边。张凌赫不光演技被人质疑，就连外貌也老被黑粉挑刺儿。张凌赫偶尔会被网友称作中国版黎明镐，其实主要是他俩嘴型有点像。不过要是仔细瞧瞧，能看出张凌赫中庭偏长，这样一来鼻子就显得格外突出了。嘴巴合不上使得法令纹太深，像这样五官上的小毛病，在大银幕的特写里可就藏不住啦。张凌赫之前体重有200斤呢，这是导致他出现上述外貌问题的一个关键原因。体重这么大幅度的变来变去，把皮肤弄得松松垮垮的，不光是身上，连脸上都有好多褶子藏不住。张凌赫名气越来越大，他的生图在网友间转得挺广，那高清摄像头把他没修图的真实模样给明明白白地展示出来了。特别是张凌赫大笑起来的时候，牙不太齐，嘴张得还挺大，那整个表情瞅着有点怪。有网友打趣道，他笑起来那模样好像要吞人似的，皮肤松垮，致使脸上的法令纹愈发显眼，一点青春的味道都没了。的说，张凌赫是那种的靠氛围衬托的帅哥，要是没了特意打造的人设包装，想在长相上出彩就难了。陈飞宇，陈飞宇这90后的小年轻，人长得帅，家里又是明星家庭，就这么出道了。他还主演过好多热门影视作品呢，像《蜜果浆液》啥的。不过他的人气始终没达到理想的高度，或许是作品少的缘故，又或许是他没啥能给观众带来新鲜感的作品。虽说陈飞宇在正式场合穿名牌，化着精致妆拍杂志硬照的时候特帅气，可他的容貌方面的问题也还是存在的。陈飞宇跟他爸一样有点凸嘴，平常看着倒不咋显，可拍某些角度的照片时，这凸嘴就比较突出了。另外，他黑眼圈挺重的，估计是老熬夜闹的，而且他睡觉的时候嘴老是张着，这让他嘴巴突出的情况更严重了。最近，陈飞宇的粉丝站姐把他没经过后期处理的生图给曝光了。这些照片把他脸上的情况都给暴露了，像那明显的痘坑、肤色不匀的疙瘩，还有因为长期睡不好弄出来的红肿眼睛跟法令纹。照片里的陈飞宇，不管是看五官，还是瞧皮肤状态，都不再是以前那个充满活力的小年轻了，变得越来越瘦，还一脸疲惫样。听说这些原图本来是粉丝自己花钱找专业团队给修图，完了再发到网上的。现在陈飞宇一下塌房了，好多以前特忠实的粉丝都不粉他了，改去支持别的小鲜肉。还都在评论区说让陈飞宇把修图的钱给退回来。这6位男演员那可都是一表人才，不过要是用放大镜找问题的话，相对来讲，他们的嘴巴算是给颜值拉了点后腿。当然了，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，就因为他们颜值上有点小不足，这才说明他们是普通人，不是神仙。比起那些从流水线上整出来的毫无瑕疵的科技脸，他们这种有些小毛病的脸反倒更耐瞧，也更有特点，能让人记住。